有一个医生朋友来跟我谈事情，我在谈的时候发现他左手臂这边呢放了一个血糖侦测器，他说他已经有糖尿病前期了。糖尿病前期的定义就是你没有达到刚刚这些糖尿病的标准但是呢你的血糖呢是已经偏高了这3项呢任何一项符合呢，就可以说你是有糖尿病前期的症状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所以今天利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谈谈什么是糖尿病前期那怎么样让糖尿病前期不要演变成真正的糖尿病，也就是要逆转糖尿病前期。今天的数值呢，引用的是美国糖尿病学会对于糖尿病的定义。在今天节目开始以前，请大家踊跃订阅邱医师的频道，订阅人数越多，邱医师讲的越起劲。糖尿病呢，它的定义有4大项，任何一项符合的话呢，就可以说是有糖尿病那第一个呢，就是空腹血糖超过126第二个呢，就是糖化血色素呢超过6.5。第三呢，葡萄糖的耐受性试验呢，吞下75克的葡萄糖去泡的葡萄糖水以后，2个小时测你的血糖呢是超过200 mg/dl， 以及任何时刻去测你的血糖超过200 mg/dl。这4大项当中任何一项符合，就可以说你有糖尿病。糖尿病前期的定义就是你没有达到刚刚这些糖尿病的标准但是呢你的血糖呢是已经偏高了例如呢你的空腹血糖已经超过100，但是呢是介于100到125之间。第二项呢就是你的糖化血色素还没有到 6.5 以上，但是呢是介于 5.7 到 6.4 之间。第三个就是你的葡萄糖耐受性试验这个叫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的 OGTT 呢是超过140，但是呢小于200，也就是140到199之间。这3项呢任何一项符合呢，就可以说你是有糖尿病前期的症状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不要靠吃药也能够改善你的血糖值，改善你的糖化血色素呢？邱医师呢帮大家去找了很多相关的医学论文到目前呢我看到的有2个方法是可以不靠药物能改善你的血糖值的第一招叫做每天多站一站就能改善糖尿病美国他们研究是发现说，每天只要多站1个半小时4个月以后，你的血糖值跟你的体脂肪就会下降了。2020年发表在梅约诊所出版的刊物，这个期刊它是专注于医学的创新还有品质结果的研究跟发展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以站代坐对于心血管危险因子的效果统合分析跟系统性的回顾这个是邱医师比较推荐的证据力比较强的参考资料做法是这样子经过论文的筛选之后，收录了9篇论文，其中有8篇是随机取样研究，总共有877位病人参与。实验组呢每天多站1个半小时，经过4个月之后呢，这些实验组的人呢，空腹血糖跟身体组成呢有意义的降低，虽然改变不大。这句话很重要，大家可想而知嘛，你都没有运动，你只是站一站而已对健康是有帮助的，但是你也不要把它太夸大了好像讲得太神奇，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呢对健康是有帮助的好，所以他的结论是说，你用站着代替坐着会导致很小但是具有统计意义的空腹血糖值跟体脂量的下降但是呢对于血压、体重、腰围跟脂质的代谢、脂质的水平没有明显的差异，这是可想而知的。你只是站嘛，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效果，对不对所以建议以站姿代替坐姿，可作为辅助的方法来减轻心血管的危险但是呢它不能取代身体的锻炼活动讲得很中肯，对不对？还是要多运动我们以前讲过，如果你要能够燃脂促进你的心肺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你要做531的运动，每周至少5次每次30分钟，心跳一定要超过110，很好记嘛，531把握这个原则才会有比较明显比较大的效果邱医师为了不敢信口开河要证明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对降血糖有帮助，我帮大家找到4篇医学论文。第一篇在1990年发表在生物医学环境科学期刊它的题目是蒟蒻食品对于糖尿病患者血糖值的影响。它的做法是这样子有72名第2型糖尿病的患者给予这个蒟蒻食品持续65天，检验它的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还有糖化血色素发现呢65天之后，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的血糖、糖化血色素明显的降低
甚至连脂肪方面，三酸甘油酯呢也明显降低但是除了三酸甘油酯以外，其他的血脂肪相关的数值没有明显的变化。我们的频道呢已经推出会员制度了如果对邱医师这个频道邱正红谈健康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加入会员，邱医师会有很多福利给我们的会员希望大家都来加入再来第二篇，2023年美国营养学会期刊有一篇论文，题目叫做积极食用蒟蒻和蒟蒻产品可以改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好，这个是日本发表的论文它的方法是26名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日本人，给他们进行3个月这个吃蒟蒻的试验，每天至少要吃一次蒟蒻相关的制品，包括蒟蒻面或者蒟蒻米或者蒟蒻点心。结果发现说空腹血糖跟糖化血色素明显降低，但是体重跟胰岛素阻抗没有明显的改变，血清中饥饿素、瘦素跟类升糖生态第一型也明显减少，而且发现说50岁以上的参与者呢，血糖跟糖化血色素的下降比较明显。第三篇在2023年发表在食物化学期刊它的题目是膳食纤维蒟蒻的葡甘聚糖，英文叫 glucomannan 可以透过抑制脂质的吸收，还有调节 PPAR 伽马，还有肠道微生物发挥抗糖尿病的作用它的方法怎么做呢？就是动物实验，利用高脂饮食跟链尿左菌素诱发出小老鼠的糖尿病大家不要管它，反正就是一个动物模型就是有糖尿病的小老鼠然后呢给予这个蒟蒻葡甘聚糖，结果呢发现服用这个葡甘聚糖的小老鼠呢，血中的总胆固醇三酸甘油酯VLDL 跟 LDL 还有胰岛素的血中浓度都明显下降而且呢肾脏当中脂质代谢的调节蛋白质叫 PPAR 伽马也有明显改善而且肠道菌落也改善，糖尿病呢就随之改善。你有没有发现这篇动物实验改善的项目非常多刚刚人体试验都说只有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还有糖化血色素有下降，脂质里面只有三酸甘油酯有下降，可是这一篇呢，天哪什么都下降连 VLDL 跟 LDL 都下降，总胆固醇也下降，那你就知道这怎么做的，很简单嘛，就是小老鼠跟人不一样，小老鼠要灌多少就灌多少所以邱医师常讲说，动物实验你做参考就好了，不要太认真。动物实验有效的东西放到人身上不一定有效，在这边也再一次体现好，最后我们来谈一个台湾的研究。2017年台北医学大学发表在食品跟营养学研究期刊上面有一篇研究论文，题目是葡甘聚糖的面条对于代谢症候群患者糖尿病危险因子的影响，双盲随机交叉对照的实验这个可信度是蛮高的因为有随机取样，有双盲对照，还有交叉试验，哇，这个你很难反对它的实验结果所以它的方法是32位诊断为代谢症候群的病人每天食用400公克的蒟蒻面条，每一次吃200公克，一天吃2次所以加起来每天吃400公克的蒟蒻面条。好，维持多久？4个礼拜然后中断2个礼拜，就是让它扫除干净那个效果，然后接着交叉试验，前面有吃的改成没吃，前面没吃的改成有吃，这样叫交叉实验。实验结果发现什么？实验组就是有吃这个葡甘聚糖蒟蒻面条的，在食用蒟蒻面之后呢，体重、BMI、腰围还有 C 反应蛋白、糖化血色素都有明显的下降呈现临床上有意义的下降。综合以上的分析邱医师给大家讲一个结论，糖尿病患者呢，如果有肥胖的问题呢，要先做3到6个月饮食的控制还有生活方式的调整呢，来加以改变，也就是要先减重了。那么如果6个月之后你血糖还是超标，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就要就诊了不过你去就诊通常新陈代谢科医生呢也会建议你要减重所以邱医师呢这边建议你在进行3到6个月饮食的调整还有生活方式的改变的时候呢，你可以按照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来做做看，甚至你目前正在吃糖尿病的药物看完我今天的这个影片之后呢，赶快试着调整你的生活方式还有你的饮食内容，说不定你也会进一步的改善。怎么做？第一个就是每天增加站立的时间，多站1个半小时。那这1个半小时不一定要从第0分钟站到第1个半小时这么久，不用，分段进行，分期付款，你多站30分钟乘以3就是1个半小时，对不对？你早中晚各多站30分钟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了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建议你在你的3餐当中呢，要试着吃这个蒟蒻食品，可以用蒟蒻面或蒟蒻饭来代替你的米饭或你的面条，这样子根据这些医学文献研究呢，
确定是可以降低你的血糖啊，那么你的体重、腰围跟糖化血色素就有机会降低，而且有机会减少你正在使用的药物了。希望今天分享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欢迎大家订阅邱医师的频道，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并且在留言区也多多讨论啊，大家提出不同的看法，让我们的病人能够更加的受惠。好，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